永远不要去证明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因为真相就是他永远处于一个爱与不爱叠加的状态。智者不入爱河，真正的意思是在智者眼中没有爱与恨，只有阴阳。世间万物其实一直都处于阴阳两股能量的纠缠和变化当中，没有好坏之分。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太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当你能够用阴阳太极的方式去看待一个人一个关系，你会发现你痛苦的根源是接受不了无常。如果我们对客观规律抗拒，对于理性思考抗拒，就会让人一直活在自我否定和求而不得当中。如果是一枚硬币，我们常常会认为正面的那一面是好运，背面是不好的，这是我们自身的定义。当你看到的是整枚硬币，那它就只是一枚硬币，无论它的朝向是正面还是反面都不重要。如果是一段感情，无论是爱还是不爱，是相聚还是分离，也都只是这一段感情的两个阶段而已。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在一起是好的，相聚是好的，分离是不好的。但分离也好，失败的感情也好，它可以给人带来黑色的生命力。有多少女人她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离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涅槃重生的，有了更强的情绪包容力，有了更强的自我觉察力，有了更强的感知能力。当你看到这段感情，它只是一段感情，只是一段经历，并不代表你的一生，那么相聚和分离都不重要。你跟一个人的关系，要不然就是强烈而短暂，要不然就是平淡而长久。特别喜欢一个人，喜欢到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那你很快就会腻。强烈的吸引带来的必然是想完全的占有对方，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计较，心胸狭隘，患得患失，就会掩盖掉你原本吸引他的那些魅力，所以就会因爱生厌，到最后爱变成了恨，相聚变成了分离。想要身体连在一起更多，两个人的心就肯定要隔得远一点。想要心隔得近一点，两个人在身体上在距离上就要隔得远一点。因为睡在一起的人，你不可能天天去想念对方，思念程度更重的两个人，心连得更紧的人，在距离上就不会隔得太近。这就是阴阳。因为思念这个词它成立的前提就是分离。爱与不爱是一种量子态，当你不去观测它的时候，它就会处于一种爱与不爱的叠加状态。只有你自己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观测它的时候，它才会单缩成一个确定的状态。你的潜意识觉得他是爱你的，你就会看见他爱你的一面。你的潜意识里面觉得他是不爱你的，你不信任爱情，那么你就会去寻找他不爱你的证据。慢慢的他就会单缩成一个不爱的状态。而最有意思的是，你的潜意识到底认为他爱不爱你，其实取决于你的潜意识里边你是否真的爱自己。如果你不爱自己，你会认为你自己不值得被爱。如果你的潜意识坚定的是爱着自己的，你也不会认为是自己不好才会被抛弃，也会客观的去看待分开其实是因缘聚合的一些结果。聚散离合本身就是阴阳交替的，像昼夜更迭一样的不可阻挡。所以当你发自内心的去爱自己，相信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爱与不爱，聚散离合其实都只是表象。到最后你会发现从来没有什么分离，也从来没有什么伤害，得到就是失去的开始，有爱就会有故。你和你的经历就是一个太极，阴阳在不停的转动，每个人无时无刻其实都处于爱与不爱的叠加状态。这个世界无时无刻都在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你是否能够在聚散离合当中始终相信自己，始终爱自己。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山顶亦是山底，山底亦是山顶。